我感覺這一塊油菜地裡面一定有一窩小鳥被丟棄在這附近，但是我找了好幾遍沒找到。油菜是昨天下午割的，因為最近這段時間多數時候都是下大雨，所以今年別人割油菜都是連油菜杆都帶回家了，所以說現在地裡面基本上都是光禿禿的。為什麼我說這一塊油菜地裡面肯定有一窩鳥被丟棄了？因為今天我看到一对黄藤鳥夫婦一直叼着蟲在這一塊油菜地裡面轉來轉去，好像在找孩子，可惜啥都没有了。听一下，母鳥還在這裡叫嘞。我過來之後，它下到鑽到這一塊油菜地裡面去的，嘴裡面還叼的有蟲子。可惜這個孩子再也找不到了。黃藤鳥是最喜歡在油菜地裡面築巢的，可惜每年繁殖的時候正好碰上別人割油菜。其實昨天他們在割油菜的時候我是看到的，當時我出去有事兒，回来就很晚了，所以沒去看。3號刚刚跟着我飛出去的，哎，飛回來了，這飛行能力好強啊，上天了嗎？在那邊這個降落有一點點偏差啊，可能是起飛的时候动作幅度太大了，飛得太高了，最近越来越愛追我了。这段时间我们这边持续性的下大雨，然后茶山上面的茶树就没有修了，所以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都把注意力放在別人割油菜上面。之前還有兄弟提醒我讓我去油菜地看看，基本上只要雨停了我都會出去轉轉。像這種比較茂密的油菜地裡面基本上都有小型鳥在裡面築巢，概率特別大。最近也有一些兄弟說他們家割油菜的時候裡面有這種鳥那種鳥，我也把我最近遇到的情況跟大家說一下。最近其實我在不少油菜地裡面都遇到過有別人丟棄的空鳥窩，但是裡面啥都沒有。這一窩鳥窩放在這裡，鳥蛋放在旁邊沒有碎，但是應該放了好幾天了，有沒有用不確定。這種一般的放在外面時間太長了，基本上是沒有用的。放到孵化器試一下吧。我知道肯定有兄弟想說，為什麼你不在別人割之前過來把他們救回去呢？油菜地很茂密，沒有割的時候你根本都不知道裡面有鳥窩，而且就算有你也不能鑽到別人地裡面去。這一塊油菜地發現了一個鳥窩在地上，已經被拆得4分5裂了，窩都扁了，所以說肯定沒有什麼情況，稍微看一眼就走了。這一塊油菜別人也割了，我發現有一個鳥窩還掛在油菜杆上面，我剛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了一下，是個空的，至於說下面有沒有我不知道，不敢進去啊。這裡還有一個鳥窩，裡面還有幾顆鳥蛋，好輕啊，這鳥蛋全都破了，是個空蛋，可能放的時間有點久，大概1周左右，廢了。我在地上還發現了一顆破碎的喜鵲蛋，都已經發臭了。這個位置就那裡有一個喜鵲窩，不知道什麼情況。這家伙是我在油菜地裡面撿到的唯一一隻小鳥，我聽到這個叫聲一直在叫，然後它的窩就在這裡。剛我看到的時候它是被窩蓋着的，在窩裡面，然後一直在叫，而且就它一隻。這個窩裡面密密麻麻的小蟲子，剛我手上爬的到處都是，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看到，現在我手上還有一隻那種小蟲子在爬。其實蟲子我是不怕的，但是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太多了，爬到手上我是有一種恐懼感的。剛那個窩裡面已經爬滿了，這個窩肯定是別人割油菜的時候他們在油菜地裡面築巢，別人割完之後把它帶到這個位置的，不知道為什麼別人要給它反着蓋。不過不管是正着放還是反着放，不管它們的話它们還是死。這一隻我感覺有點營養不良，特別瘦，如果不是被蓋在窩裡面，可能已經讓貓給吃掉了。最近只要是有時間我會多去別人油菜地轉轉，沒有割的咱們就不看了啊，有什麼情況我也會和大家說。前段時間我不是說要給我家這一隻母鴿子換一隻公的嗎？因為它總是下蛋，下的特別多，但是沒有孵化出小鴿子。更重要的是它們這個家族繁殖出來的後代顏色基因特別穩定，所以我想換一下其他的品種或者其他的顏色。
結果這個事兒我說出來之後，有幾十個兄弟要給我送鴿子，我真的特別感謝你們。後来我就選擇了有一個兄弟家养的淑女鴿，是一只公的，但是要给我送过来之前，他出差了，要1個月之後才能回来，所以到现在為止還是沒有鴿子。在這期間，這個家族的鴿子也沒閒着，又開始搞孵化了。10多天之前下2枚蛋。我今天來看一下啥情況，我估計是孵化不出來。你們這是狗變了吧？動不動就咬人，脾氣異常的暴躁啊！還好我皮比較厚，我是不怕的。搞得還挺認真的，結果一直都孵化不出來，有啥用哦？而且每一次都選擇在老鼠堆裡面做窩，真是服了他們了。這個公鴿子的智商有點低呀，我把蛋拿走了，然後它還在那裡孵化，我放在它前面。他都不知道把蛋給拿進去。你們應該記得我以前把鴨蛋給拿走了，鴨子是什麼反應吧？放到旁邊，它馬上就用嘴巴給勾進去的。這鴿子都不知道把蛋給帶回去，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來。我現在終於能理解了，就這種孵蛋模式能孵化出小鴿子嗎？我準備看一下蛋有沒有受精，我預計和以前的情況一樣。我剛用手電筒照了一下，裡面啥情況都沒有，廢了。我剛剛把公鴿子給趕走了，然後它又回來了，結果它還是這個樣子，難怪孵化不出來了。理解。蛋已經被我拿出來了，反正也沒啥用了，帶給母鴿子看一下，然後就丟掉。哎，這哪一只是母鴿子啊？這個基因強大到長得都一模一樣，我都分不清了。這一只就是母鴿子，我測試出來的。它以前特別喜歡追我，跟個偵探一樣，我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現在對我有點距離感，等到那個兄弟回來了，我就給你換個鳥爸。現在的鳥爸太不靠譜了，難怪每一次孵化不出小鴿子。而且我也想換一下其他的顏色，每一只都長得一樣，吃的我都擔心影響智商。剛還挺怕我的，這一會兒又開始咬我了。最多10天8天的就給你換一個。到時候孵化出來的小鴿子就是其他的顏色和品種啦，我們一起期待。自從前幾天我發現我放生那只小八哥失蹤以後，每次在戶外看到八哥群，我都要過來看一下，但是一無所獲啊。這一群也過去看一下，不抱太大的希望啊，全部都飛走了。然後這個家伙不知道從哪裡飛過來的，可能剛剛也是和他們在一起。這是另外一只失蹤的那一只鳳冠，沒有這一只大。結果狗子又過來了，把這只小八哥也嚇跑了，飛到別人家菜地去了。剛那幾只野生的，我看到他們又去我們家門前偷吃柿子去了，把這個家伙也帶過去，必須跟上他們的隊伍。回來之後發現田裡面有2只，柿子樹旁邊還站了3只。他們這一個10只的小隊伍，現在加上我們家這一只，就剩6只了，還有4只失蹤了。我說他們怎麼都在旁邊看着嘞？原來有2只惡霸在這裡，這2個家伙在這裡，其他的任何小鳥都不敢靠近，因為他們找不到食物的時候，其他的小鳥都是他們的食物。別說這個顏值真好看，走，我過去摘幾個柿子給八哥吃。哎呀，這個柿子的數量是一天比一天少啊。這都還沒成熟嘞，都被他們給吃光了。我就隨便摘一個吧，隨便摘了一個不怎麼好看的，就放這裡給小八哥吃。你這跟着野八哥混，3天饿9頓吶。那幾只絲光天天靠偷面包蟲、偷柿子，混得風生水起。這只八哥還差一點，不過也還好，他的野生兄弟還在這裡等着他嘞。因為怕人又怕南雀，所以說不敢過來吃。這家伙吃的可真香啊！我去看一下柿子樹上面什麼情況了。那2只惡霸飛走了，又來了好大一群鳥，都在這裡搶柿子嘞。我每天都會在這裡看一下這幫小鳥吃柿子，覺得挺有意思的。不過柿子數量越來越少，可能馬上就看不到了。就看了一會兒小鳥吃柿子，回頭一看，八哥已經跑了。看這個柿子被他吃的，他好像已經跑到田裡面去了。剛看到和幾只野八哥待在一起，另外一只八哥肯定是出意外了。希望這一只好好的，正在田裡面呢，不管它了。你們這4個家伙是準備啃老是吧？
剛我說給土花梅搞點面包蟲，結果這4個家伙一下就飛過來了，直接把那一只小土花梅給嚇飛了。我剛剛把1盒面包蟲都倒給他們了，還好，吃飽之後集體上樹吃柿子去了。還有幾只野八哥，这上面我已經分不清了，他們現在天天和野八哥混在一起。趁着這個功夫，趕緊找一下那一只小土花梅。看黃豆地裡面好多土花梅呀，我猜我的那一只應該不在裡面。哎，四光和八哥也飛到黃豆地裡面去了，正好，不要打擾我找土花梅。這幾個搅屎棍，我真的是越來越頭痛了。我已經發現它了，在這棵桂花樹裡面找一下吧。在這裡發現它了，這家伙別人撿到給我送過來，到現在養了差不多2個月了，還不會自己找東西來。所以說今天一大早就把它放出來了，鍛鍊它一下。餓了就趕緊過來呀，食物都給你準備好了。我猜它又餓了一早上，因為這個季節本来食物就不好找了，而且它學習的速度特別慢，現在每次還等着我餵它呢。不過問題不大，隨着時間的推移，它慢慢的總會自己捕獵，只不過在這期間一定要小心流浪貓之類的。1號天敵呀，我把它從樹上給拐下來的，還等着我給它餵吃的呢，到現在還沒開始換羽毛，所以說在這個期間一定要給它增加營養，免得到時候營養不夠直接暴斃的。一段時間沒有給它挠癢癢了，我這手法還是這麼熟練，它還是這麼喜歡，很享受。趁着那幾只搅屎棍飞走了，趕緊給它搞點面包蟲，補充一下營養。哎呀，我也挺喜歡給它挠癢癢的，特別配合我。好了，我去給你搞吃的呢。放地上你自己吃吧，免得你总是讓我餵你。一口氣吃了7條面包蟲，還沒吃飽嘞。吃完了等一會兒給你拿吧，已經沒有了。這個鑷子真的是多功能的，可以給它餵食物，也可以給它按摩。不過還是沒有我手舒服吧。等一會兒再給它拿一點面包蟲，根本沒吃飽啊。這家伙是今年尾窩的，預計最近直接給它放生有點不現實，等它一邊換羽毛一邊野化。我去找一下那幾只搅屎棍，就剩它一個還在這裡吃柿子，我估計其他的幾只和野八哥一起飛到別的地方去了，也挺好的，最近飛得越來越遠了。自從柿子要成熟之後，每天都是各種鳥在上面偷吃啊。我過來找一下鳥，看一下八哥啥的有沒有在上面。发现這貨正在這裡偷吃的，看這個柿子已經吃了一半了。這裡還有幾隻魔術鴿，你們幾個吃糧食的待在這裡幹啥呀？水果又沒興趣。今年的柿子長得挺好的，不過越來越少了，都被這些小鳥給偷吃了。這個柿子已經被吃了一半了，已經成熟了。都這個季節了，蜜蜂還來湊熱鬧嘞。我們要小心一點啊，被蟄一口不得了啊。反正這些柿子每年我們都沒摘過，全部都留給小鳥了。今天來選一個，等一會兒看一下狗皮膏藥吃不吃柿子。這一個應該成熟了。就你呢，還破了個洞。這幾隻四光椋鳥天天不是偷小雞飼料就是偷面包蟲，這幾天又天天開始吃柿子，所以說它們也不跑了，就在家門口附近，反正總是有吃的。這裡還有一隻公的，母的去哪裡了？看這吃的多開心吶！所以說根本餓不到它們呢。母的也被我發現了，都在偷柿子嘞。你們對比一下，母的是不是長得比較醜？公的顏色特別漂亮。走啦走啦，我們站在這裡，其他的也是鳥，想過來吃柿子都不敢靠近，不打擾他們。哎，你這家伙，你怎麼不去吃柿子啊？在這扯我多肉。這是餓炸毛了還是剛洗完澡啊？應該是剛洗完澡，也餓不到它。這兩隻小八哥也是天天飛到家裡面去偷吃小雞飼料。我去給他們做個消音器，可能家裡放的飼料沒有了，好久沒做消音器了，不得已啊，
不然的話，它们天天偷吃我的多肉，难搞哦。特別是這兩隻小八哥，自己天天也不出去找食物，準備啃老嗎？哎，明年繁殖期到了，你們兩個趕緊跑吧啊！這兩隻八哥就是今年別人給我的蛋，然後我孵化出來的，已經換好羽毛了。這一隻絲光對消音器還有興趣嘞，主動飛到我手上來了，把八哥都趕跑了。看，換好羽毛後的絲光兩鳥，太好看了。而且他們幾個好像還偷偷的學會了說話，應該是和二驢學的。我聽到過幾次，不知道哪一隻。消音器吃完了，放一個柿子放在這裡，記住這個味道啊！吃完了就自己去摘，不要再偷吃我的多肉了。快去，都嘗一下柿子的味道。食物太多了，總是偷吃我的多肉幹啥嘞？這個絲光換好羽毛之後，真的太好看了。希望明年它們能在我們家附近繁殖，預計不出意外的話不會跑。回家休息一會兒，太吵了，一群麻雀都在偷狗子的飯吃，嘰嘰喳喳的，太多了。兄弟們，再過幾天就要放國慶節了，你們有什麼安排嗎？猜一下，我拿刀去幹啥？這不，國慶放假哪裡人都多，所以說嘞，我準備去山上砍一根竹子做一根魚竿，沒事兒在河裡面釣釣魚，多省心吶！路過河邊的時候，先過來看一下資源怎麼樣。好久沒來這裡釣魚了，就你們釣魚佬的專業程度上來看，這裡的魚情怎麼樣？有沒有搞頭啊？對的，順便讓貝貝在這裡面洗個澡，又節約了不少水。走吧。哎呦，剛到河邊，看我看到啥了？一條擱淺的小白條，這還挺大的吧？看這個塊頭，和貝貝差不多長了。還好遇到我了，你運氣真好。放生，早點回家。從這個情況上來看，這裡的魚真的很多啊。看來在這裡釣魚是沒有錯，可惜今天魚竿都沒有。這個家伙膽子有點小，也不洗澡。算了算了，我們還是去找魚竿。在山邊撿了一根，剛加工了一下，其實還可以，就是太重了，不要了。山上好多小動物啊，剛剛兩隻小松鼠在這裡吃板栗，可惜它們的速度太快了，沒拍到，尾巴特別大。這些板栗都沒人要，都是野生的，所以說基本上都是被野生動物給吃了。這玩意兒居然沒被野生動物給搬走，山上也挺多的，可能是還沒成熟吧。我們就在這個位置找一根趁手的兵器，砍了2根，加工出來看一下什麼情況。感覺一般般吶。這一根挺長的，但是有點重，不合適不合適。這一根稍微好一點，哎，但是不喜歡呢。再找一下，這一根還可以，就是有點短，差不多1.8米這個樣子，將就一下吧。反正我對釣魚沒啥講究，愛上不上。看，在旁邊的地上還看到一個鳥窩，這真的是走哪兒都能碰到啊。這是白頭杯的鳥窩，應該是別人在這兒砍竹子的時候給它弄掉的，是個空的。走吧走吧，我的目標魚竿已經找到了，可以回家了。等這幾天有時間就過來釣魚。回來了，這狗子真聰明，它知道我帶着貝貝，它今天乾脆不跟着我一起了。回來之後看到貝貝在我頭上，它立馬離我遠遠的，它也害怕把貝貝給嚇着了。好，國慶節放假，到時候釣魚我就帶你去。從蛋孵化出來的小八哥真的特別親人，我都1、2個月沒管它們了，我去哪裡它們還是喜歡跟着。這不，我出來逛了一圈，它們2個又跟過來了。不過最近在換羽毛，飛行能力不強。過來。其實我是不想讓它們上手的，這2個家伙有一個特點，特別喜歡咬人。哎呦，太痛了，也不知道跟誰學的。好肥呀，這一隻基本上都放着在。天天都在偷飼料和面包蟲吃，也不自己找食物。這是另外一隻，換毛比較慢一點，最近把它關到籠子裡面，關了差不多有1個月了。哎呀，原因太多了，沒法說。飞行能力它也比較弱一點，
所以說也算是對它的一种保護。等羽毛换好之後，就不用管它了。这两个家伙自己偷偷学会了说话，会说过来，別的沒聽到，沒教過。飛一下。以前他們倆形影不離，自從把另外一隻關了1個月，現在他們都各玩各的，見面就打架。看，剛剛逛到這裡，別人正在澆花嘞，他們兩個估計渴了，也不客氣啊，直接飛過去就開始喝水。有一隻還試圖進桶裡面洗澡。羽毛換好之後，到明年春季要進行野化訓練了。走了，去別的地方。等到時候他們和野生的八哥多混一段時間就好了。然後你們看一下啊，我到田裡面來了，我圍着這個玉米杆轉圈圈，他們兩個一直跟着轉，追着我，就怕我把他們給丟了。今天這麼親人，我覺得有點反常。等一會兒回去看一下，是不是麵包蟲吃完了。這圍着這裡轉，再轉2圈，我覺得我可能都要轉暈了。走了，回去。剛還給他們抓了幾個螞蚱，我回去看一下到底什麼情況。今天這麼親人，回來之後一看，的確是放的麵包蟲都被他們吃完了。然後昨天買回來的麵包蟲還沒拆開嘞，他們吃不到，難怪這麼親人。但是也難不到他們哦，就一會兒的功夫，袋子就被他們啄破了，開始在吃了。好吧，從現在開始有吃的，又不會理我了。總之吧，這些家伙就是誰能給他提供食物，他就跟誰好，其實一點感情都不講。要說有感情，也就貝貝對我是真愛。他的羽毛也換好了，一出來把2隻小八哥都嚇跑了，每次出來都要暴揍他們一頓，所以說現在已經怕他了。前段時間大家都說他醜了耶，現在不醜了吧？而且這個羽毛還沒有徹底換好，鳳冠還會再高一點。再等幾天就差不多了。就它是真愛呀，也不咬人，也不問我要吃的，特別棒。出殼戴着安全帽的瓶蓋鳥住在瓶蓋裡的第1天，出殼第2天帽子取下來了，還是住在瓶蓋裡。出殼第3天依舊住在瓶蓋裡，它已經開始在越獄了。出殼第4天，它已經對瓶蓋十分不滿了，但是它太小了，逃不出去。出殼第5天，它已經胖了好大一圈了。你們猜一下，它能不能逃出瓶蓋？沒錯，今天它已經可以從瓶蓋裡出去了。雖然說它羽毛都沒有長，但是它拼命的爬，還爬了好遠，這是對命運的不甘。出殼第6天，已經開始在慢慢的長羽管了。想擺脫瓶蓋，那必須要多吃一點吶。看看第6天它的變化，對於瓶蓋，它還是想擺脫，可能嗎？一不小心就翻車了，而且還起不來。今天就給你換一個大一點的瓶蓋，必須要多吃點雞胸肉，多吃一點才有力氣逃跑，是不是？再來一口。別看這雞胸肉比較大，對於他來說沒啥問題。好啦，吃飽之後好好休息，明天繼續看你逃離瓶蓋。手裡還剩下這麼一點點肉，帶出來給喜鵲吃。怎麼外面下雨了？估計是吃不飽，關鍵是家裡面也沒了。沒有吃飽都不理我了，哎，我給表弟打個電話，讓他去超市給我買一點肉回來。您好，您的電話因欠費，暫時無法撥出，請續繳話費。手機居然欠費了，現在的話費用的是真快呀，回家連個 WiFi 充一下。現在充話費去營業廳太遠了，不方便，而且貴。我現在都是在平台充值，就是抖音上的那一個抖音商城充值中心，有活動還能領取最高4元的話費券。順便教給你們怎麼充值，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者直接點評論區就能充值。出殼第7天，它的塊頭越來越大了，身上的羽毛已經長出來了，清晰可見。瓶蓋對於它來說的確是有點小了。這一餐繼續吃雞胸肉，你們有沒有發現它的胃口越來越大了？之前這麼大一塊它是吞不了的，現在它可以輕鬆的吞下去，而且一塊根本就滿足不了它。肚子上面還是光禿禿的，不過它已經會翻身了。出殼第8天，身上的羽毛越來越多了，塊頭又大了一點點，
逃出瓶蓋是小意思啦。平时它可不是住這個瓶蓋喲，因為瓶蓋太小了，它根本住不了，就第一天小住了一下。逃出瓶蓋的第9天，還是沒跑掉。這一餐吃一點飼料，食物一定要多元化，不能太單一的。這小子胃口比我還好啊，真能造。羽毛長出來之後，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一天一個樣，變化太明顯了。出殼就戴安全帽的鳥，逃出瓶蓋的第10天，瓶蓋是真的住不下它了。往瓶蓋裡面一放，它就要逃跑。瓶蓋可能已經是它的噩夢了。出殼第11天，好吧，今天是最後一次住瓶蓋了，因為是真的住不下了。出殼第13天，以後再也不住瓶蓋了。它身上的羽毛基本上已經長齊了，其實已經可以飛行幾米了。不過它現在還沒有適應，帶它出來熟悉一下環境。先乾一口飯吧。從出殼到現在，它的胃口一直都特別好，所以長得也還行。過2天就能把它放到戶外去了，讓它慢慢的熟悉環境。不過這玩意兒基本上不用熟悉環境。我們這邊這個季節小麻雀真的是多到離譜，每天出門都能看到。基本上現在它們都不怕人，除非你要拿手抓它，不然的話它們都不跑的。我們這裡只要是有管道，每家保底3窩麻雀。我們家至少7窩到8窩，因為我放的有葫蘆。再過一段時間，你就可以融入麻雀大集體嘍。以後長大不要禍害莊稼喲。不過這玩意兒是遇到蟲子吃蟲子，遇到莊稼吃莊稼，不挑食，所以數量極其恐怖。我帶這個家伙出來玩，剛剛還碰到了放生的那一只小八哥，準備搶我手上的面包蟲，結果被這個家伙一下就打跑了。走，過去找一下它。飛到那邊去了，晃一下面包蟲，過來，過來。叫了半天，它不敢靠近呢。我親自過來找它。這是剛剛在水溝裡面洗了個澡是吧？可別跑了啊！哎，剛說完又飛走了。這家伙現在有點怕貝貝呀，又過來了。看來還是阻擋不了美食的誘惑啊！單獨給你開點小灶。你這個家伙真的不想說你了，怎麼老喜歡欺負小朋友嘞？給他吃的時候他沒興趣，那只小八哥過來剛要吃，他就開始了，真不是好東西。終於到你了，趁這個機會趕緊多吃2口，等一會兒那個家伙回來了，又要驅趕你了。頭上還有泥，肯定是在水溝裡面洗了個澡的，身上有點濕。剛下地不到1分鐘就挨揍了，不過我身手敏捷，沒打到。都這麼大歲數了，脾氣還是这麼暴躁，這個性格有點不好啊，不好。看一下那只小八哥可憐的樣子，就算站在遠處看着都要被欺負。你這是啥聲音呢？聽不懂。哎呀，打架打着，小八哥換了個位置直接過來了。來，趕緊給你安排一點面包蟲。哎，剛打開就被那個惡霸給撞翻了。就這個帶腳環的，喜歡欺負小八哥。看一下瓶子裡面1條都沒了，關鍵是他又不吃，整的我又全部撿起來了。不要你好了，不要你好了啊！我先把你帶回去，等會兒我再出來給這只小八哥送幾條面包蟲。貝貝已經被我帶回去了，去找一下那只小八哥。這個速度也太快了吧！我剛把面包蟲拿出來，不知道它從哪裡一下就飛到我手上來了。不是跟着那幾只野八哥混嗎？野的天天回去，它都不知道回去了。這一盒面包蟲全部給它倒地上，這一下你可以吃個夠了。要不是看你可憐兮兮的一直跟着我，又不敢靠近，我都懶得來看你。完了，我才發現這個家伙居然也是一個白眼狼。我剛說他面包蟲吃完了，擔心他在這裡有危險，準備把他帶回去嘞。結果一伸手他就跑，根本都不讓我靠近了。現在這真的是，這個家伙是個白眼狼，出乎我的意料啊！哎，傷心傷心。好了，這一下我徹底死心了。他等了一會兒，實在沒東西吃了，飛了，直接上樹了。
這白眼狼，哎，算了算了，不管他了，白操心他了。兄弟，要不换一個吧？你的女朋友已經沒了。這鸽子還挺執着的。自從我把他女朋友換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他就待這裡不走了。還好他不會說話，不然的話就不是咬我這麼簡單，可能還要罵我了。前幾天我不是給我家的一隻母鴿子換了一隻公的嗎？現在都關着在，準備等個10天8天之後把它們放出來，看一下會不會跑掉。之前和它配对不會孵蛋的那一隻公鴿子，這不就沒對象了，所以我決定把它也關起来，不然的話会干擾我剛配對的鴿子。最大的問題就是母鴿子就這麼2個，所以說咯，你就倒霉了，你自己拐回來的女朋友已經被我送給別人了。這也导致這個家伙現在脾氣異常的暴躁，不是咬我就是咬其他的鴿子。畢竟女朋友是他自己拐回來的，現在我送給了別的鴿子，他能不生气嗎？是吧？哎呀，这個家伙過分了啊！不僅咬我，還拿翅膀打我，這小伙子。別逗鴿子，能幫我充個話費嗎？肯定可以呀！現在我們村好多人都喜歡找我幫忙充話費。還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領了話費券，那邊充值快，秒到賬。現在點商城進充值中心或點評論區，就有機會領1到4元話費券。月底該充話費的，快去評論區看看吧。完了！自從我把他的女朋友分給另外一隻鴿子之後，他現在一直追着咬我，剛剛還從空中飛下來啄我的腦袋，這脾氣也太暴躁了吧！不過我就喜歡這種暴躁的小鳥。而且我剛剛就回家喝了個茶的功夫，他到處叼材料，又跑到倉庫裡面來了。現在你都是單身的，你找材料有啥用啊？來，過來，我帶你去找女朋友。哎呀，这是不相信我啊！以前一伸手就飞上來了。關鍵是我剛剛在倉庫的地上還撿2個鴿子蛋，而且全都破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的，挺可惜的。等一會兒煮了餵狗子吃。然後你也別咬我了啊！這幾天你就在外面出去轉轉，看能不能拐回來一隻。主要也是沒有籠子關了。等過幾天那一隻公的給朋友送過去之後，還是讓這個家伙和他自己拐回來那隻母鴿子待在一起。畢竟是他自己憑實力拐回來的，看能不能再去拐一個。不然的話，只要他看到我就不停的咬我。我倒是不怕咬，主要是动不動飛到我頭上啄我的頭髮，這誰招架得住啊？是吧？哎呀，這家伙脾氣太暴躁了。